别让情绪控制你 ，emotional agility。Get unstuck, embrace change, and thrive in work and life 是苏珊·大卫 （Susan David） 的畅销书。它探讨了情绪灵活性的概念，并提供了实用的指南，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情绪，适应变化，并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以下是书中的一些重点。情绪灵活性的概念。大卫提出了情绪灵活性这一概念，指的是个体对内在体验、情绪、思想和价值观的接纳和处理方式。他强调了情绪灵活性对于适应性和幸福感的重要性。情绪的重要性。作者解释了情绪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情绪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且也是信息的来源，能够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需求、价值观和目标。不要让情绪控制你。书中强调了不要让情绪控制自己的重要性。情绪灵活性并不意味着消除负面情绪，而是学会如何与负面情绪相处，并且不被其所左右。接受情绪。大卫提倡接受情绪，而不是试图否定或抑制它们。他强调了认可自己情绪的重要性，因为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在状态，并且更有效地应对情绪。倾听内心的声音。书中提倡倾听内心的声音，即意识到并理解自己的内在体验。这种内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作者强调了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的重要性。他鼓励读者通过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实现内在和外在的一致性。适应变化。书中提供了许多实用的策略，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变化。这些策略包括培养灵活性、建立弹性、承认挑战，并且利用变化中的机会。总的来说，别让情绪控制你提供了丰富的情绪管理策略和实用建议，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情绪，适应变化，并在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成功和幸福感。情绪灵活性是苏珊·大卫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个体对自己内在情绪体验的接纳和处理方式。这个概念强调了人们需要以一种灵活、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困扰或受情绪所控制。情绪灵活性并不是要求人们摆脱或完全消除负面情绪，而是指导人们如何与情绪建立一种更健康、更有建设性的关系。以下是情绪灵活性概念的几个重要方面。接受情绪。情绪灵活性鼓励人们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意味着不要试图否定或抑制自己的情绪，而是要意识到情绪的存在，并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它们。与情绪建立联系。情绪灵活性帮助人们建立起与自己情绪的联系，这意味着要学会倾听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和需求，以及情绪对自己的意义。情绪的观察者。情绪灵活性鼓励人们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情绪，这意味着将自己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情绪，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它们。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情绪灵活性强调了行动与个人价值观之间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在面对情绪时，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选择行动，并确保行动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符合。灵活应对情绪。最后，情绪灵活性教导人们如何灵活应对情绪，这意味着在面对情绪时不僵化固执，而是学会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并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处理方式。总的来说，情绪灵活性是一个关于如何以一种灵活、开放、接纳的态度来处理自己情绪的概念。它强调了接受情绪、与情绪建立联系、观察情绪、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以及灵活应对情绪等重要方面，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情绪，适应变化，并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根据《别让情绪控制你》中关于情绪重要性的描述，情绪不仅仅是一种感觉，它还是一种信息源，能够提供有关个体内在状态的重要线索。以下是关于情绪重要性的详细描述。情绪是信息的来源。作者指出，情绪是我们内在世界的一种反应，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自己内在状态的重要信息。
例如，愤怒可能暗示着我们感到受到了侵犯，而焦虑可能暗示着我们感到不安或不确定，指引我们的需求和价值观。情绪可以指引我们对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的认识，通过反映我们对外界事件的反应。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价值观，从而指导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为。情绪对我们的决策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当我们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时，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了解和管理情绪对于做出理性和有效的决策至关重要，影响我们的关系和社交互动。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社交互动。我们的情绪状态可以影响我们与他人的交流方式、情感表达和亲密度。因此，情绪的理解和管理对于建立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反映我们的内在体验。最后，情绪也是我们内在体验的反应，它们揭示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对生活的态度。因此，了解和处理情绪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己，并实现内外在的一致性。综上所述，别让情绪控制你中强调了情绪的重要性，指出情绪不仅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源，能够指导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行为和人际关系。因此，了解和管理情绪对于个人的健康、幸福和成功至关重要。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第13章探讨了不要让情绪控制你的主题，强调了情绪灵活性的重要性，并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指导原则，帮助读者不受情绪所限制，而是与情绪建立更健康、更积极的关系。以下是对这一章节的详细描述。接受情绪的存在。作者首先强调了接受情绪的重要性。情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正常的。因此，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不被其所控制是情绪灵活性的关键。观察情绪而非被情绪所驱使。作者提倡将自己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以观察者的身份观察自己的情绪。这种距离可以帮助人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驱使。实践心理灵活性。心理灵活性是指人们灵活应对内心体验和外部环境的能力。作者鼓励读者实践心理灵活性，以更好地应对情绪并适应变化。认可情绪的存在并不等于被情绪所控制。作者强调了认可情绪的存在与被情绪所控制之间的区别。虽然人们应该接受和认可自己的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被情绪所驱使或控制。从情绪中学习。最后，作者提醒读者从情绪中学习。情绪是一种反应，它们提供了关于自己内在状态的重要信息。因此，学会从情绪中获取信息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综上所述，别让情绪控制你中的第13章提供了一系列指导原则，帮助读者不被情绪所限制，而是建立更健康、更积极的情绪关系。这些原则包括接受情绪的存在，观察情绪而非被情绪所驱使，实践心理灵活性，认可情绪的存在与被情绪所控制之间的区别，以及从情绪中学习等。通过实践这些原则，读者可以更好地处理情绪，提高情绪灵活性，并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和幸福感。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接受情绪是情绪灵活性的关键概念之一。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认可情绪的存在。接受情绪首先意味着认可情绪的存在，这意味着不去否定、抑制或避免自己的情绪，而是承认并接纳它们作为个人内在体验的一部分，不加以评判。接受情绪也意味着不对自己的情绪加以评判，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正常的人类体验，没有对错之分。因此，接受情绪意味着不对自己的情绪感到羞耻、愧疚或不安，意识到情绪的变化。接受情绪还意味着意识到情绪的变化。情绪是一种动态的体验，会随着时间、环境和个人经历而变化。接受情绪意味着能够觉察到情绪的变化，并以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变化，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绪。
最后，接受情绪意味着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绪，这意味着不要过度自我批评或责备自己的情绪反应，而是以一种温和、关怀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情绪体验。总的来说，接受情绪是情绪灵活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了承认和接纳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试图否定或抑制它们。通过接受情绪，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在体验，并以一种健康、积极的方式应对情绪的变化。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是指人们应该注意并理解自己内在的感受、想法和需求。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意识到内在体验，倾听内心的声音首先意味着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体验，这包括情绪、想法、欲望、价值观等。通过倾听自己的内心声音，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做出更有意识的决策。关注情感信号，倾听内心的声音还意味着关注情感信号。情感信号是内心对外界事件的反应，它们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己对某些事物的感受和态度。通过关注情感信号，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做出更合适的反应。深入反思和内省，倾听内心的声音也包括深入反思和内省，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注意到内心的感受，还要深入思考这些感受背后的原因和意义。通过深入反思和内省，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并做出更有意义的行动。尊重内在声音。最后，倾听内心的声音还意味着尊重内在声音，这意味着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感受，并相信他们会指导自己走向正确的方向。尊重内在声音也意味着不轻易被外界的声音和期望所左右，而是相信自己内心的智慧和直觉。综上所述，别让情绪控制你中的倾听内心的声音，是指人们应该注意并理解自己内在的感受、想法和需求。通过意识到内在体验，关注情感信号，深入反思和内省，以及尊重内在声音，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做出更有意义的决策和行动。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是指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应该与其内心的价值观相一致。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详细描述。价值观的意义，价值观是指个体认为重要、有意义的原则和信念，它们指导着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反映了个体对于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的理解。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意味着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应该与其内心的价值观相匹配，这意味着个体应该通过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背离他们。内在和外在一致性，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内在价值观和外在行为的一致性，还包括内在价值观与外部环境、社会期望的一致性。个体的行为应该与其内心的价值观相一致，同时也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和社会期望的影响。价值观的指导作用，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还意味着个体应该通过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决策。价值观可以帮助个体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个人成长和发展。最后，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当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与其内心的价值观相一致时，他们会感到更加自信和满足，从而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综上所述，别让情绪控制你中的行动与价值观的一致性强调了个体的行为和选择应该与其内心的价值观相匹配。通过确保行动与内心价值观的一致性，个体可以保持稳定的自我认同，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标。在别让情绪控制你中，适应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强调了面对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境时，个体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和应对策略。以下是对这一主题的详细描述。认识到变化的不可避免性。适应变化的第一步是认识到变化是生活的常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工作环境，都会经历各种变化，包括人际关系、职业发展、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变化。灵活性与适应性。适应变化强调了个体需要具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包括能够快速调整自己的思维、行为和情绪，
以适应新的情况和要求。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应对变化的关键能力，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压力。接纳变化，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接纳变化，这包括接受现实，认识到变化的必要性，并以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变化。通过接纳变化，个体可以更轻松地适应新的情境，并寻找变化中的机会和挑战，寻求支持和资源。适应变化也意味着寻求支持和资源。在面对变化时，个体可以寻求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获取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更好地适应新的情况和要求。持续学习和成长。最后，适应变化还意味着持续学习和成长。个体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提升自己的适应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和挑战。综上所述，别让情绪控制你中的适应变化强调了个体需要具备的心理素质和应对策略，以应对生活中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境。通过灵活性与适应性，接纳变化，寻求支持和资源，以及持续学习和成长，个体可以更好地应对变化，实现个人发展和成功。